在数字时代，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会在几秒钟内沦为黑暗的废墟。这就是为什么当世界还在热衷于讨论传统军力与核威慑时，新加坡这个连物理战略纵深都没有的弹丸小国，却破天荒地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军界的决定，成立海陆空之外的第四军种——新加坡数码部队，简称 DIS。请注意，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 IT 部门，而是一支拥有独立建制的真正军队。不仅如此，他们成军不久，就直接杀入了全球最顶级的网络战演习前线，和传统军事大国同台竞技。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支极其神秘的数码大军究竟掌握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底牌，他们凭什么能在全球顶尖的红蓝对抗中存活下来，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残酷而冰冷的数字时代生存法则。新加坡的地理面积仅仅700多平方公里，这决定了它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上的战略纵深，敌人的装甲车几个小时就能横穿全岛。但在数字时代，它的真正命脉和最脆弱的软肋其实是庞大的数据。作为亚洲最大的数字枢纽和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球顶级的资本、跨国企业的核心服务器和密如蛛网的海底光缆。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了全球黑客、勒索软件团伙和具有国家背景的 APT 高级持续性威胁组织最眼馋的超级靶子。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18年，回忆一下新加坡遭遇的建国以来最严重、最让人后怕的网络安全危机。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医疗集团新宝集团的底层系统被高级持续性威胁攻破，黑客潜伏数月，窃取了高达150万人的详细医疗数据，甚至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配药记录都没能幸免。这绝对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隐私泄露，这是国家安全的底线被直接击穿。在现代战争的残酷逻辑里，敌人能偷走你的核心医疗数据，就能在战时悄无声息地锁死你的金融结算系统，篡改樟宜机场的航班调度，甚至切断全岛的供水网络和全球最繁忙港口的集装箱吞吐系统。对于高度依赖数字化运转的新加坡来说，网络防线一旦崩溃，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在几分钟内彻底停转。所以，把网络防御从普通的 IT 运维部门直接拉升到与海陆空军平起平坐的独立军种级别，根本不是为了在国际上跟风秀肌肉，而是这个弹丸小国在数字时代被逼出来的生存本能。那么，这支承载着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数码部队，真实的战斗力究竟如何？我们必须到最残酷的实战演练中去找答案。新加坡数码部队直接被投送到了锁定盾牌演习的战场。这场由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主办的演习，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也最贴近真实大国冲突的网络战演习。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几个程序员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传统黑客夺旗游戏，这是一场令人极其窒息的国家级别数字绞肉机。在演习的残酷设定中，红方代表拥有国家级无限资源的顶级黑客攻击群，他们会使用最先进的零日漏洞、变种极快的自动化勒索软件和能瞬间瘫痪骨干网络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对蓝方防守的虚拟国家发动极其猛烈的无差别全天候攻击。而蓝方不仅要保护多达8000多个关键基础设施节点，更要命的是，这些节点连接的根本不是普通的商业网站，而是军用防空雷达网络、中央银行的跨国清算系统、5G 通信基站、卫星控制终端，甚至是自来水厂的化学品调配阀门。在连续几天几夜的极限高压状态下，系统会不断出现恐怖的级联崩溃。比如，电网一旦被攻破，紧接着金融系统就会因为失去电力支持而大面积瘫痪，随后交通信号灯全部熄灭，城市瞬间陷入物理瘫痪。除了硬核到底的代码攻防，红方还会发动极其恶毒的心理战，利用最前沿的深度伪造技术生成逼真的假新闻和国家高管宣布投降的虚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虚拟民众的极大恐慌，甚至发动法律战和舆论战来极大的干扰蓝方指挥官的决策。新加坡的 DIS 部队派出的顶尖专家，就是在这种地狱级的难度下，与美国、英国等全球顶尖的网络战部队联合编队，同台竞技。他们不仅要在千头万绪的崩溃系统中快速逆向分析代码，修补致命漏洞，还要在电力中断、通信网络被物理切断的极端绝望情况下，保证核心指挥系统的绝对畅通，维持国家机器的最基本运转。其实，
能在这场高压锅一样的演习中精神不崩溃并成功存活下来，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新加坡数码部队极高的战术素养。但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作为一个总兵力极其有限的国家，新加坡凭什么能培养出这样一支顶级战力的幽灵部队？这背后的核心密码在于新加坡极其超前，甚至有些颠覆性的建军逻辑，那就是情报与网络攻防的绝对一体化。在传统的军队架构和官僚体系里，搞情报收集的、搞通信保障的、搞网络安全的，往往分属不同的部门，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层层汇报、跨部门协调。但在瞬息万变、以毫秒计算的现代网络战里，跨部门沟通耽误的这几分钟，已经足够敌方的自动化攻击脚本清空你整个国家的底层数据库，并把所有备份文件全部加密勒索。所以，新加坡在成立数码部队时，展现出了极大的魄力，他们直接打破了原有的部门壁垒，将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与情报，也就是极度硬核的 CSI 体系进行了完全彻底的融合。这等于是打通了从发现威胁情报、溯源攻击者身份，到实施毁灭性网络反击的任督二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及摧毁的降维打击。更犀利的是，他们极其聪明的人才护城河战略。网络战从来都不靠人海战术，1万个平庸的程序员也抵挡不住一个能写出致命漏洞、利用代码的顶级极客。为了和谷歌、微软、Meta 这些财大气粗的科技巨头抢夺最顶尖的天才，新加坡军方不仅开出了极具竞争力的市场化薪酬体系，还推出了专门的数码防卫与情报专才计划。他们直接从顶尖高校甚至中学里选拔那些对代码极度痴迷的极客天才，允许这些顶尖的计算机学生在服役期间带薪攻读密码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位，毕业后直接进入数码部队的绝密实验室进行实战研发。这等于是把全国最聪明的大脑直接转化为最锋利的国防力量。不仅如此， DIS 的作战范围早就远超传统的代码攻防，他们还极具前瞻性的专门设立了认知战防御部门。这个部门的唯一职责就是用来应对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深伪视频和复杂的国家级舆论操纵。在现代战争的逻辑里，摧毁一个国家的物理设施仅仅是第一步，瓦解民众的信任、撕裂社会共识、击溃心理防线才是终极目的。新加坡把数字素养、心理战防御和网络攻防全部纳为一体，划入了第4军种的打击范围。这种将军民融合推向极致，把每一个数字节点都视为战场的战争思维，才是他们能够冲在全球网络战最前线，让大国都不敢小觑的真正底气。新加坡数码部队在顶级网络演习中的亮眼表现，以及他们超前的战略布局，其实给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屏幕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他用最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大战，第一枪绝对不会由边境线上的火炮或者洲际导弹打响，而是由一串潜伏在你我身边的恶意代码悄无声息地引爆。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战争早就没有了所谓的前线与后方的区别。你家里的智能路由器，你时刻不离手的智能手机，你的银行账户，你的云端网盘，甚至你进出小区时的每一次人脸识别数据，就是大国博弈和黑客厮杀的最前线。在这个没有硝烟却极其致命的无声战场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没有平民，只有节点。当你连上 WiFi 的那一刻，你就已经置身于战区之中。你认为在未来防不胜防的网络战中，作为普通人，我们最应该警惕的威胁究竟是什么？是隐私泄露、资产清零，还是被虚假信息彻底洗脑？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观点，我们一起深度探讨。如果你觉得这期硬核拆解对你理解真实的数字世界有启发，让你看到了新闻背后的暗流涌动，请务必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提醒，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更多需要看清未来趋势、提升认知防线的朋友。我是专注于新加坡科技浪潮与全球数字博弈的前哨观察者，为你拆解最硬核的科技真相。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